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让无数人心碎的话题。你明明买了全世界公认最稳、最安全、最适合普通人的投资工具 ETF， 结果打开账户一看，竟然还是赔钱。你不是一个人，根据各大券商统计，大约90%的散户投资人，即便买的是 ETF， 最终报酬率仍然跑输大盘指数本身。这听起来简直像个笑话，对吧？你买的就是大盘啊，怎么可能跑输大盘？但事实就是如此残酷。今天我们不讲那些你在财经网站上随手就能查到的入门知识，我们要深挖，挖到骨髓里去，把90%投资人都踩过的4个致命错误，一个一个摊开来讲，讲到你以后再也不会犯为止。先说一个真实的故事。2008年金融海啸前夕，美国有一位退休老师，他叫玛丽，62岁，一辈子省吃俭用，存了大约40万美元退休金。他听了理财顾问的建议，全部买进追踪标普500指数的 ETF， 结果海啸一来，40万变成不到20万，他吓坏了。在2009年3月把所有部位全部卖掉，锁死亏损。然后你猜怎么着？从他卖掉的那个月开始，标普500展开了人类史上最长的一轮牛市，一路涨了13年。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他的40万到2021年底会变成将近160万。但他没有等到那一天，因为他犯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致命错误。第一个致命错误，择时交易。你以为自己是先知，这是所有错误中最致命、最普遍也最难根治的一个。什么叫择时交易？就是你试图判断市场什么时候会涨，什么时候会跌，然后在低点买进，高点卖出。听起来很合理，对吧？买低卖高，这不是投资的基本常识吗？问题是，如果你能准确预测市场的高低点，你根本不需要买 ETF， 你应该去华尔街当基金经理，年薪几千万美元等着你。事实上，择时交易之所以是致命错误，不是因为它偶尔会失败，而是因为它在数学上几乎注定让你亏钱。让我解释一下这个残酷的数学。假设过去20年股市的年化报酬率大约是 10% 左右，但这 10% 并不是每天均匀分配的。股市大部分时间其实都在横盘震荡，真正的涨幅集中在非常少数的几个交易日。有研究显示，如果你在过去20年的大约5000个交易日中，仅仅错过了涨幅最大的10个交易日，你的总报酬会被砍掉将近一半。错过20个最大涨幅日，你的报酬基本归零。错过30个，恭喜你，你开始亏钱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试图择时，在你觉得市场要跌了的时候卖出，你只要错过那几个关键的反弹日，你的整个投资生涯就毁了。而那些关键反弹日几乎总是出现在市场最恐慌的时候。2020年3月，新冠疫情爆发，全球股市崩盘，很多人吓得把 ETF 全卖了。结果仅仅3周后，市场就开始剧烈反弹，到年底标普500竟然还是正报酬。那些在恐慌中卖出的人完美错过了反弹，然后眼睁睁看着市场创新高，又在新高附近忍不住追回去买，完美实现了买高卖低的散户经典操作。你可能会说，那我不卖不就好了吗？跌的时候我忍住不卖，涨的时候我也不追高，问题不就解决了？理论上是的，但人类的大脑不是这样运作的。我们的大脑经过几百万年的进化，对损失的敏感度是对获利的2倍以上。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损失厌恶，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最著名的发现之一。简单说，你赔1万块的痛苦程度是赚1万块快乐程度的2倍。所以当市场下跌 20% 的时候，你大脑里那个远古猴子在疯狂尖叫，快跑，狮子来了，你根本无法理性思考。这就是为什么知道归知道，做到归做到，90%的人明明知道不该择时，最后还是在恐慌中卖出。更可怕的是，择时交易有一种上瘾机制，偶尔你会猜对一次，比如你在某次下跌前刚好卖出了，然后你会觉得自己是天才，开始相信自己有预测市场的能力。这种偶然的成功会强化你的自信，让你下次更大胆的择时。但统计数据无情地告诉我们，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演算法能够持续准确地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连巴菲特都说过，他从来不试图预测市场的短期走势，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无聊，就是定期定额，然后什么都不做，每个月固定投入一笔钱，买进你选定的 ETF， 不管市场涨跌，雷打不动地买，然后就放着5年、10年、20年不去动它。这听起来一点都不刺激，一点都不像那些财经网红教你的抄底神技、逃顶心法，但这恰恰是唯一被历史数据反复验证有效的策略。无聊才是赚钱的真相。好，第一个致命错误讲完了，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错误更加隐蔽，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犯。第二个致命错误，追逐热门主题 ETF。你以为自己在投资未来，这几年 ETF 市场爆炸式成长，光是全球 ETF 的数量就超过1万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因为基金公司发现了一个财富密码，那就是投资人喜欢追逐热门题材。人工智慧火了，马上推出 AI 主题 ETF， 电动车火了，推出电动车 ETF， 元宇宙火了，推出元宇宙 ETF， 大麻合法化了，推出大麻 ETF， 甚至连太空探索、基因编辑、区块链、宠物经济都有专门的 ETF。 这些 ETF 的名字听起来一个比一个酷，一个比一个有未来感，让你觉得买了它就是在投资下一个时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如果这些热门题材真的这么好，为什么基金公司不在他们还没红之前就推出？答案很残酷，因为基金公司推出主题 ETF 的目的不是为了帮你赚钱，而是为了赚你的管理费。他们等一个题材炒热了，所有散户都在讨论了，然后才顺水推舟推出相关 ETF， 因为这时候最好卖。但问题是，当一个题材已经炒到人尽皆知的时候，相关股票的股价通常也已经被炒到天上去了。你在这个时候买进主题 ETF， 本质上就是在高点接盘。让我们看看历史上的案例。2021年初，方舟投资的凯西伍德被封为科技女股神，她管理的创新 ETF 在2020年涨了将近 150%， 所有人都疯狂追捧。大量散户在2021年初涌入，把资金规模推到历史新高。然后呢，从2021年2月的高点到2022年底，这档 ETF 跌了超过 75%。 那些在最高点追进去的人，至今很多仍然没有解套。同样的故事在不同年代反复上演。2000年的网际网路 ETF， 2007年的新兴市场 ETF， 2018年的区块链 ETF， 剧情几乎一模一样。你可能会问，那如果我真的很看好某个趋势呢？比如我真的相信人工智慧会改变世界，买 AI 主题 ETF 不行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需要厘清。一个产业很有前景和投资，这个产业能赚钱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举一个最经典的例子，汽车。20世纪初，汽车显然是改变人类文明的革命性发明，对吧？如果你在1900年就预见到汽车会取代马车，你是个天才。但是从1900年到1930年，美国有超过2000家汽车公司成立，最后活下来的只有3家。如果你在1900年随机买进一家汽车公司的股票，你有超过 99% 的几率会赔光。看对趋势不等于能投资赚钱，因为你不知道最终的赢家是谁。而主题 ETF 里面装的那些公司，很多最终都会成为输家。航空业也是一样。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之后，航空业改变了整个世界。但巴菲特曾经开玩笑说，如果有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在莱特兄弟试飞那天把他们打下来，那对投资人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航空业整体而言，从诞生到现在，消灭的资本比创造的资本还多。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很无聊，还是那句话，买大范围的市场指数 ETF， 追踪整个市场的 ETF， 比如追踪标普500、全球股市的那种宽基指数 ETF， 它会自动帮你淘汰输家，保留赢家。当年那2000多家汽车公司倒闭的时候，指数早就把他们踢出去了。而福特、通用这些赢家会自动被留在指数里，而且权重越来越高。你不需要猜谁是下一个特斯拉，你只需要买下整个市场，赢家自然会浮出水面。好了，第二个致命错误讲完。你可能觉得自己都知道了，但相信我，当下一个炒得火热的主题 ETF 出现在你眼前，
你的朋友圈所有人都在晒获利截图的时候，你一样会心痒难耐。这就是人性，认知和行为之间永远隔着一条太平洋。接下来是第3个致命错误，这个错误最阴险，因为它看起来反而像是一种聪明的策略。第3个致命错误，过度分散和频繁调整。你以为自己在做资产配置，你可能听过一句话叫做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是投资界最古老的格言之一。于是很多人就开始疯狂分散，买了追踪美国大型股的 ETF， 又买追踪美国小型股的，再买追踪欧洲的，追踪亚洲的，追踪新兴市场的，追踪债券的，追踪黄金的，追踪原物料的，追踪房地产的，搞到最后账户里10几20档 ETF， 看起来资产配置做得非常漂亮，每一块都照顾到了。但你有没有认真去检查过这些 ETF 里面的持股到底有多少重叠？很多人没有。让我告诉你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你同时持有追踪标普500的 ETF 含追踪全球股市的 ETF， 你其实在重复买进大量美国公司，因为全球股市指数里面美国占比通常超过60%。你以为自己在分散风险，其实你只是用2种不同包装买了差不多的东西，同时还付了2份管理费。更大的问题在于频繁调整，很多人不只是持有10几档 ETF， 他们还每隔几个月就再平衡一次，甚至每个月都在调。美国涨多了就卖一些，买进表现落后的新兴市场，债券跌了就加码，黄金创新高就获利了结。这些操作听起来很专业，很像机构投资人在做的事，但对散户来说，这种频繁调整的代价远大于收益。首先是交易成本，每次买卖都有手续费和买卖价差，这些看似微小的成本，日积月累会严重侵蚀你的报酬。其次是税务成本，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卖出获利的 ETF 需要缴交资本利得税，频繁交易等于不断触发税务事件，把本该留在账户里复利成长的钱提前交给了政府。但最大的隐藏成本其实是行为成本，每一次你做调整的决定都是一次让情绪介入的机会。你可能因为看了某篇分析文章就减码某个区域，可能因为某个财经名嘴的预测就加码某类资产。每一次调整都让你离被动投资的初衷更远一步，慢慢的你就从一个指数投资人变成了一个伪装成指数投资人的主动交易者。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研究，来自先锋集团的创办人约翰伯格，他追踪了数十年的投资人行为数据后发现，基金的报酬率和投资人实际获得的报酬率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行为落差。基金本身的表现可能是年化 8%， 但投资这个基金的投资人实际拿到的报酬可能只有 4%， 甚至更低。为什么？因为投资人总是在基金表现好的时候追进去，表现差的时候卖掉，然后去追另一个表现好的基金。他们不断的追高杀低，调来调去，把基金本身的好报酬白白糟蹋了。那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如果你真的想做资产配置，那就一开始决定好比例，然后每年最多调整一次，甚至不调整。事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你甚至不需要10几档 ETF， 2到3档就够了。1档全球股市 ETF 加1档债券 ETF， 根据你的年龄和风险承受度决定比例，然后就像种一棵树一样种下去，浇水，等它长大。不要每天把它挖出来看根长了没有。我知道这听起来太简单了，简单到让人不敢相信。但投资这件事有一个非常违反直觉的真理，那就是做得越少，通常结果越好。数据一次又一次的证明，那些忘记自己有投资账户的人，报酬率往往比那些天天盯盘、频繁操作的人高出一大截。最好的投资策略就是你设定好之后，完全忘记它的存在。好了，前3个致命错误我们都聊完了，最后一个是压轴的，也是我个人认为最被低估、最少人谈论，却可能造成最大伤害的一个。第4个致命错误，忽略投资的最终目的。你以为赚钱就是目标，这听起来像废话，对吧？投资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但请你认真想一想，你投资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是让账户上的数字越来越大吗？如果是这样，那你永远不会满足，因为数字可以无限成长，
而你的人生是有限的。让我说一个可能会让你不舒服的事实，很多人花了大量时间研究 ETF， 研究投资策略，研究市场走势，却从来没有花哪怕1个小时认真计算过自己到底需要多少钱才能达到财务目标。你是为了20年后退休，为了10年后买房，为了5年后送孩子出国念书，还是为了有一天能辞掉讨厌的工作？每一个目标需要的金额不同，需要的投资策略也不同，需要的风险承受度更不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在哪里，那你怎么知道自己该开什么车，走什么路，开多快？一个25岁距离退休还有40年的年轻人和一个55岁5年后就要退休的人，他们适合的 ETF 配置天差地别。年轻人可以100%全部放在股市 ETF 里，因为他有40年的时间去消化市场的波动，短期跌50%都无所谓，反正40年后大概率会涨回来，而且涨更多。但即将退休的人如果也这样做，万一退休那年碰到股灾，账户缩水一半，他可能连退休生活都过不下去。这就衍生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大部分人买 ETF 的时候选的是看起来最赚钱的，而不是最适合自己的。你看到某档 ETF 过去5年涨了 200%， 你就觉得它是好 ETF， 但你有没有想过，这档 ETF 在中间可能曾经跌过 60%， 你真的能承受账户从100万跌到40万而不动摇吗？你可能觉得自己可以，但请相信我，在真实的市场下跌中，那种感觉和你现在坐在荧幕前想象的完全不同。那是一种每天睁开眼睛就少掉几万块的恐惧，是打开手机看到新闻全都在说经济衰退、金融危机的绝望，是你身边的朋友同事都在说我已经卖了，你还不卖吗的社交压力。所以在选择 ETF 之前，你必须先做一件事，就是诚实面对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这不是做一份网络上那种你的风险属性是积极型还是保守型的问卷就能搞定的。你需要真正去感受，当你的账户跌了 20% 的时候，你是不是还能安稳入睡？跌了 40% 呢？跌了 50% 呢？如果你的答案是跌 20%， 我就开始失眠，那你的股票部位就不该超过你能承受的范围。你需要加入更多债券或其他低波动资产来缓冲。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的哲学问题，就是足够这个概念。在投资的世界里，最危险的一句话不是这次不一样，而是再多一点就好。你赚了 10%， 你想要 20%， 赚了 20%， 你想要 50%， 这种永不满足的心态会驱使你承担越来越大的风险，买越来越投机的产品，直到有一天市场教你做人。摩根斯坦利曾经有一位顶级交易员叫做以豪乃恩，他在金融海啸前已经累积了超过数千万美元的个人资产，足够他好几辈子花不完，但他觉得还不够，继续加大杠杆操作，结果在2008年1年内几乎赔光所有身家，最后以悲剧收场。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投资的目的不是无限制的追求最大报酬，而是在可控的风险下，稳稳的达到你人生真正需要的那个数字。达到那个数字之后呢，恭喜你，你自由了。你可以不再为钱工作，可以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可以去旅行，去学习，去创造。这才是投资的终极意义，不是账户上的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人生。好啦，4个致命错误全部讲完，让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同时聊聊更深层的东西。你有没有发现，这4个错误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那就是人性。择时交易源于我们对控制感的渴望，我们不愿承认市场是不可预测的，因为那让我们感到无力。追逐热门主题源于我们的从众心理和贪婪，看到别人赚钱我们就坐不住了。过度调整源于我们对做点什么的偏好，闲住不动让我们焦虑。忽略目的源于我们对更多的永恒追求。足够这个概念在消费主义社会中几乎已经被消灭了。这就是为什么 ETF 投资看起来如此简单，实际上却如此困难。它的难度不在于智力，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心理。你需要对抗的不是市场，而是你自己。市场长期是向上的，这件事几乎每个人都知道，但能真正做到买进、持有、不动的人少之又少。因为我们的大脑不是为长期投资设计的，
它是为了在非洲大草原上躲避狮子设计的。短期的威胁会触发我们的恐惧反应，而长期的利益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太抽象了，激不起任何情绪。所以如果你问我投资 ETF 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我会说不是选股能力，不是市场分析能力，不是资产配置能力，而是无聊的能力。你能不能忍受10年20年做同样的事情，每个月定期买进，然后什么都不做？你能不能在市场崩盘的时候关掉手机，去散个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你能不能在你的朋友炫耀他靠某个主题 ETF 3个月翻倍的时候微笑点头，然后继续你那无聊的定期定额？如果你能做到，恭喜你，你已经打败了90%的投资人。但我想再往深处挖一层，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简单的事情这么难做到？为什么人类明明知道什么是对的，却总是做相反的事？这不只是投资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困境。我们知道运动对身体好，但大部分人就是不运动。我们知道早睡对健康好，但大部分人就是熬夜。我们知道读书能增长智慧，但大部分人就是刷短影音。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基因被设定成追求即时满足。在远古时代，能够立即获得食物和安全感的个体更容易存活下来。那些我先不吃这颗果子，等它明天变大再吃的猴子，早就被别的猴子抢光了。所以我们天生就对延迟满足感到痛苦，对即时满足感到快乐。投资 ETF 就是一种极致的延迟满足。你现在付出金钱，放弃消费带来的即时快乐，把钱投入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账户里，然后等待20年30年以后才能享受成果。这对我们的原始大脑来说简直是酷刑。所以你会不断想要做点什么来获得即时的反馈，买进卖出，至少让你感觉自己在行动，哪怕这个行动其实在伤害你的长期利益。知道了这一点之后，我想给你几个实用的建议，不是关于怎么选 ETF， 而是关于怎么管理你自己。第一，自动化你的投资，设定银行账户的自动转账和自动申购，让每个月的投资在你察觉之前就完成。你甚至不需要知道今天市场是涨是跌，因为钱已经自动买进去了。自动化是对抗人性最强的武器，因为它直接移除了你做决定的机会，而每一个你不需要做的决定都是一个你不会犯错的机会。第二，减少你接收财经资讯的频率。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反直觉，你可能觉得投资人应该紧跟市场消息才对，但事实是，大部分财经新闻对你的长期投资决策毫无帮助，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制造焦虑，让你忍不住想做点什么。你不需要知道今天联准会主席说了什么，不需要知道今天失业率数据是好是坏，不需要知道某个分析师预测明年会不会衰退。如果你的投资策略是对的，这些短期杂讯完全不影响你的长期结果。把看财经新闻的时间拿去运动，陪家人，学新技能，对你人生的回报率远高于盯盘。第三，找一个投资伙伴，不是让你们一起讨论该买什么 ETF， 而是找一个跟你一样相信长期投资的人，在你忍不住想要冲动操作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让他骂你一顿。投资是一场心理战，而心理战最怕孤军奋战。当全世界都在恐慌的时候，你需要有人在你身边说，嘿，没事的，我们的计划没有变，继续定期定额就好。这个人可能比任何投资策略都重要。第四，写一封给未来自己的信，在你心情平静、头脑清醒的时候，写一封信给未来那个可能正在恐慌中的自己，告诉他你为什么选择这个投资策略，告诉他你知道市场会有波动，但长期是向上的，告诉他不要在恐慌中做任何决定，然后把这封信存在一个你市场崩盘时一定会看到的地方，比如跟你的投资账户密码放在一起。当下一次黑天鹅事件来临，你打开账户准备按下全部卖出的时候，你会先看到这封信，而那个冷静版本的你可能会救你一命。最后，我想讲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可能是整个投资学里最重要却最被低估的复利。大部分人听过复利，也知道它很厉害，但几乎没有人真正理解它的威力。让我用一个数字来说明，假设你每个月投入1万元台币到一档年化报酬率 7% 的 ETF 里，如果你投资10年，你的总投入是120万，
账户价值大约173万，看起来还行，对吧？报酬率 44% 左右。但如果你投资20年呢，总投入240万，账户价值大约520万，报酬率超过 100%。如果你投资30年呢，总投入360万，账户价值大约1220万，报酬率超过 230%。你看到了吗？从第10年到第20年，账户增加了大约350万，从第20年到第30年，账户增加了700万。同样是10年，但后面10年的增长几乎是前面10年的2倍。这就是复利的本质，它是一条指数曲线，前面很平很慢，你感觉什么都没发生，但后面会越来越陡，到最后几年是爆炸性成长。而这恰恰就是为什么那4个致命错误如此致命的原因。每一次你择时交易，错过了市场的反弹；每一次你追逐热门主题，在高点买进，低点卖出；每一次你频繁调整，产生了不必要的成本和税务；每一次你因为没有明确目标而做出冲动的决定，你都在打断复利的过程。复利就像滚雪球，你需要的是一条又湿又长的雪道，而每一次冲动操作都等于把雪球从山坡上搬起来，带到另一条不知道通往哪里的斜坡，重新开始滚。你永远到不了山脚下那个巨大无比的雪球，因为你一直在换斜坡。巴菲特今天超过90%的财富是在他65岁以后才赚到的，不是因为他在65岁突然变得更聪明了，而是因为复利的指数曲线在那个时候开始爆发。他从11岁就开始投资，到65岁已经滚了54年的雪球。大部分人之所以无法像巴菲特那样富有，不是因为他们的年化报酬率不如巴菲特，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耐心让雪球滚那么久，他们在中途就把雪球砸碎了，一次又一次。所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为什么你买 ETF 还是赔钱？答案很简单，因为 ETF 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使用它的人。ETF 就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在医生手里它能救人，但如果你不断的把它捡起来放下，换姿势，左手换右手，你最后只会割到自己。好了，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内容。让我最后再帮你把4个致命错误整理一下。第一，不要择时交易，你不是先知，没有人是。第二，不要追逐热门主题 ETF， 趋势正确不代表投资会赚钱。第三，不要过度分散含频繁调整，越折腾越亏。第四，先搞清楚你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什么，然后选择与目的匹配的策略含风险水平。如果你能记住这4点，你就已经超越了90%的投资人。投资不需要天才，不需要内幕消息，不需要复杂的策略，它需要的只是纪律、耐心以及对无聊的忍受能力。而这3样东西恰好是免费的。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如果你也曾经犯过这些错误，不要难过，因为你至少已经知道问题在哪里了。知道问题在哪里，就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